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？拼命工作，反而越来越焦虑，每个月都有收入，却始终不敢辞职。看了无数鸡汤，上了各种副业课，到最后却仍在原地打转。你很努力，真的，可问题是，你越努力，活得越像机器，越上进，反而越困在系统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正在拿旧版本的自己，试图闯进新版本的财富世界。听清楚了，不是你不够拼，而是你还没跳出那个困住你的系统。第一章，你以为的自由，其实只是旧系统套上了新壳。旧系统是什么？它是一个看不见的框架，从你出生开始，就一点点被装进你的大脑里。它告诉你，要好好学习，考个好大学，找份稳定工作，攒钱买房，30岁前成家，40岁养娃，60岁退休。这些看起来都很合理，但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你，学历越来越不值钱，工作越来越不稳定，房子成了债务，结婚成了负担。你被教导去追求安全，却发现所安全只是被控制得更深。而最讽刺的是，当你终于意识到这些的时候，整个社会又会对你说，是你太焦虑了。不是你焦虑，是你清醒。你终于看清了，这个系统根本不是为你而设计的。第二章，旧系统的底层规则正在悄悄毁掉你的未来。你知道什么叫驯化陷阱吗？它的本质是让你主动去维护那个困住你的人生剧本。比如，你想辞职，但存款不够，怕断收入；你想创业，但身边人说你太冒险；你想改变生活节奏，但每月房贷像定时炸弹。你不是没想过改变，而是每当你想动一动，整个旧系统就会联手把你拽回来。最绝的是，它还会让你以为这都是你的问题，你不够优秀，你执行力太差，你不够自律。但真相是，你不是错的，你只是困在错误的游戏里。就像拿诺基亚去抢苹果的市场，你系统不兼容，怎么可能打得赢？第三章，你需要的不是更努力，而是一次自我版本的全面重构。真正的自由，从来不是挣脱，而是重建。是的，你不需要靠意志力苦撑，你需要一次人格系统的升级。什么叫人格系统？它不是你是谁，而是你相信什么，认知结构，你如何决策，行为模型，你如何创造价值，系统能力。我们习惯把努力当作全部，但在这个新世界，真正决定你高度的不是努力，而是你有没有能力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运行系统。你要从任务执行者变成系统设计者，从价值输入者变成杠杆运作者。你不需要像机器一样把自己榨干，你需要成为一个创造结构、放大价值的操盘者。第四章，3步启动自我跃迁模型，打破旧人生剧本。来，现在给你一套可执行的跳脱系统，不只是觉醒，而是真正能让你落地转变。第一步，切断旧系统的默认运行，停止内耗型自我否定，暂停机械性完成任务的模式，学会觉察，当你又陷入必须稳定，要听话这种老念头时，按下暂停键。这一步不是让你叛逆，是让你重新掌控选择权。第二步，植入新认知，建立新系统的导航仪，重构你对以下3件事的理解。时间不等于用完就没，而是杠杆。利用时间去建立结构，而不是填满日程。金钱不等于储存，而是流动中的交换权。用钱换能力、工具、流量、自由，而不是只存起来。精力不等于拼命干，而是高价值区间内激活。去做10倍收益的动作，而不是重复低回报的勤奋。这些不是概念，是你整个行动模型的根本。第3步，打造属于你的价值闭环系统。这一步是让你从打工人系统拥有者。具体怎么做？找到你能长期发声和输出的主线，不是爱好，而是具备稀缺性的能力堆叠。把你的经验转化为内容资产，视频、文字、社群、解决方案。利用工具 AI、人、流量，
形成杠杆效应。你不再亲力亲为，而是设计结构让价值自动运作。只有你把能力、表达、信任、收益这条链路闭环，你才算真正脱离旧系统，开始建设属于你的财富引擎。你不是要做的更多，而是要系统的跑得更轻。你的自由来自于解构，你的安全来自于认知，你的底气来自于你是否拥有自己的游戏规则。这个时代不怕你慢，怕你跑错方向；不怕你弱，怕你还在用错的系统越跑越远。核心金句回顾：你不是不努力，而是还没重装系统。跳不出旧系统，你的努力只是在打补丁。你要成为系统的拥有者，而不是任务的执行者。自由不是逃脱，而是构建一个你能掌控的世界。行动召唤，把下面这句话打在评论区。我不做打工的机器，我要成为系统的拥有者。这不是宣言，这是启动新人生的第一步。从现在起，别再优化旧系统，直接构建新系统。下期视频预告：打破财富壁垒的秘密。我会详细拆解为什么你明明会赚钱，却始终突破不了财富上限。我们不讲玄学，不卖焦虑，手把手教你如何构建你的财富跃迁通道。记得点个关注，下一期才不会错过。